好，为什么川普要在这个时候公开读圣经呢？并且教战教宗良14世说他要打宗教战争吗？现在看起来，川普自己内部共和党的票仓正在松动当中，盟友反弹，川普现在遭到了内外夹攻的死局。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好，这一次呢，川普要打的难道是宗教的战争吗？因为来自于 CNN 的最新报道，美伊战争打不够，难道川普要杠上教宗了吗？川普说了，接下来的日子选在美东时间4月21号晚间6点会来直播全美一起读圣经、朗读圣经的这一场直播活动。问题是，这是真的是宗教活动吗？还是政治上面的操作？因为大家就会想到说，你先前跟教宗这个一来一回的这个开刀，现在到底是怎么样呢？为什么要持续的隔空交火？我们来看到呢。教宗曾经批评说，他对于川普所说的要销毁伊朗的一个文明，他是无法接受的。那川普也怒呛教宗了，说你在犯罪的议题上面非常的软弱，外交政策又很糟糕。他还说，如果我不在白宫的话，你也去不了梵蒂冈，还做了一张这个自己是耶稣的这个 AI 的图片，当然了是惹怒了这些天主教徒。再来看到呢，教宗良14世也特别说了一句话，说世界正在被少数的暴君给蹂躏，但是他事后又在澄清说，这句话早就写好了，其实暴君说的不是川普，是不是要稍微缓和一下这个紧张的局势呢？委员怎么看这个川普这一次说要公开朗读圣经，是为了抢救基督教的选票吗？然后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美国教宗，委员怎么看？是，我想这一次如果大家看到天主教宗良14世的谈话我相信大家都会被感动那么我虽然自己不是教徒但是我必须表达对教宗非常崇高的敬意他果然不愧是这个天主教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精神领袖了。那当然，这个川普在杠教宗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所作所为真的是太令人觉得恶心了但是川普自己去做的甘之如饴我也不理解就川普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之下，还会觉得这些事情他所说的、他所做的具有正当性。那我觉得最妙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最妙就是大家还记得当时在打这场战争之前，美国跟西方这个盟友是怎么这个批评伊朗的？说伊朗就是一个神权体制就伊朗呢基本上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它完全就是个神权体制，所以呢他们要去解放伊朗了。可是后来呢，你看到伊朗战一开打之后呢，你看到的是川普召集了全美的牧师跑到白宫的椭圆办公室来为他祈祷你现在看到了川普去跟教宗杠起来，看到川普去来搞个什么全美读经会，看到了赫格塞斯告诉他的这个官兵说，这就是这个要执行这个宗教战争的一个目的了。然后你再看到了以色列也是讲一样的话，说末日来临了，耶稣要出现了所以搞了个半天，这场战争变成了新的这个十字军东征的战争了。到底谁才是神权体制啊？你美国今天玩的这套把戏，跟你以色列这些搞的这些勾当，我觉得比伊朗更像神权体制了。就这场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打的？是为了宗教在打的吗？现在显然看起来，你们在动员你们的支持群众，都是用这种方式那你说川普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来搞这个什么全美读经这样的一个行动？其实不意外因为他在跟教宗对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受伤了那么他得罪了天主教的教徒、基督教的教徒，所以他不得不利用一些动作，他要把福音派或者是这个保守派的这些教徒是他最重要的基本盘他的基本盘要他重新拉回来，所以他必须要用这个方式来顾票。但是他不仅仅是为了顾票他又在塑造他宗教上的道德正当性了。就他借由这个读经的行动，他要告诉大家什么？我就是上帝选中的人上帝选中了我来执行上帝的旨意。所以呢，他积极的在塑造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我这场战争是具有宗教道德至高的，因为上帝认可了这样的行为。这是川普在玩的把戏所以我看到川普在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我就不禁要真的是都快要从椅子上笑得要掉下来了。就是到底是谁在玩弄宗教到底哪一个国家才是真正的神权体制？现在看起来，川普恐怕比伊朗这个更接近神权体制了。就川普跟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现在在玩的就是神权体制的那一套玩的真是淋漓尽致。这样子的国家还有脸去批评伊朗吗？
对，川普这一系列针对于教宗的言论也惹怒了这个天主教徒，所以川普现在试图希望能够拉回一些天主教的选票。但是呢，这个一方面，川普要拉回的选票还有谁是来自于盟友的选票？因为现在来自于 Political 最新分析，他认为美国现在的盟友都正在松动当中。今天特别关心几个重要盟友，包括就是在巴林的，本来应该是第5舰队的一个基地，但是现在被质疑说，当战争来的时候，你其实只保护以色列嘛。让这个巴林现在被最攻击的前线，再来就是印尼了。印尼它现在处境很尴尬，因为它是最大的一个穆斯林国家，但是伊朗现在也透过这种社群啊、数位做宣传，把美国跟以色列塑造成帝国主义跟侵略者。当然了，这个印尼的领导人就会认为说，现在跟美国的合作就会非常的困难，会来自于民意的压力。再来就是美国的亲密盟友，不管是日韩跟菲律宾哦，现在呢还就是因为出现了荷姆兹海峡的能源问题，所以被迫转向俄罗斯买油就算了，还开始重新评估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除了日韩、菲律宾之外，还有印度跟印尼。杨老师怎么看有关于美国跟盟友之间这种关系上面的变化？在这个战争当中，当然美国跟盟友的关系，眼前第一时间大家是保持距离，因为大概都认为这是一个不法的侵略战争。第一点，第二点，你战争没有办法获胜，而且你不断的节节的败退。第三点，你所用的手段跟作为越来越激进，而可能要造成全球都在付代价。那这个时候当然要跟你划清界限了。不过我们现在比较大点来看哈，以霸权而言，它的硬实力、软实力是它维持它的这个地位重要的。硬实力我觉得现在已经扩充为3种，一个是军事、经济、科技。那软实力呢？软实力就是你要去创造价值观、话语权、外交威望。我们现在在后面这3个话语权，然后呢，价值观、外交威望，川普是不是从一上来，那特别到这个伊朗战争，他大概都消耗殆尽了。什么话语权？他已经不再去争取自己做世界警察，他也不再去提供国际的公共财。我们讲国际的公共财，就是比如说国际制度啊、国际秩序啊，你美国要用你的力量，不管是经济、外交还是军事力量，是让这个体制顺畅。他退出66个国际组织，然后呢，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保护者。过去人家跟他签军事协议是要你保护我，现在不是这样子，是要他的盟邦来送死。那你为什么不一起帮我这个护航？荷姆兹海峡，你要我送死吗？你自己都不敢去护航了。刚才小舰长讲得清楚啊，那个水雷怎么清怎么扫，根本做不到嘛。那结果你的保护者变成什么？交易者。那我就跟你用交易的态度来去面对了。今天你已经不是个霸权，你也不是大哥，你也不是世界警察，你就顾你自己。我跟你关系还是很重要，因为不管是贸易还是安全的利益很重要。但我用交易的角度，这个时候呢，不管是美国、英国、法国还是印尼，都用交易的角度。我觉得这个现在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时候交易，我当然寻求另外一个交易来去做避险或者是确保。那另外一个交易的对象是谁？就是中国。这个中国，但是表现出了一个要维护秩序，然后要建构就是国际公共财的这个角色。你就慢慢的看到，至少在全球南方，它慢慢的把对美国的过去那种敬仰转而变成对中国的接受了。这个是美国在这次战争当中损失最大的。对，我觉得这一次受创很深。好，美国的国际信誉正在下降当中，反倒帮助了中国大陆的国际信誉持续的提升哦。那另外一方面，其实白宫内部还有其他的压力，就是范斯了。范斯现在感受到的压力是来自于纽约客的最新分析，他说呢，范斯他现在是反对伊朗开战的。那么他还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跟川普是完全不同的路线的。而且呢，他最近有2件事情让他感到很糗。第一件事情，他跑去奥地利替奥班站台，结果奥班是惨输，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是他主导对伊朗谈判，最后还破局了。现在看起来说他会不会失去2028年的位置？然后呢，范斯因为跟这个伊朗谈判失败嘛，会说是不是会成为川普的代罪羔羊？小舰长怎么看？如果说我们曾经接受过这个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的那个宣传的小章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川普他刚刚的那张图，他
手按的那个病人，其实他在隐喻的，也就是他是耶稣或者是耶和华。那这些都是对于天主教或基督教非常大的一个侮辱，因为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给神格化呢？其实你没有那个资格。不过我们这样讲啊，现在我刚刚提到说有关于美军，他其实现在正在整补，他只要整补完毕之后，其实大战就即将开始。因为赫格塞斯他就曾经讲过啊，美国在伊朗的部署地面战力，他力求的是出其不意。那什么叫做出其不意呢？大家认为谈判还可以有希望的时候，那就是出其不意的时候。而且美国已经干了这种事很多次，但是美国到底现在是是成功还是失败，还是不成功也不失败呢？我们来看这个公视的公视的现实主义大师啊，米尔斯海默他的讲法，他说：你只要要求停火，你就是承认失败。这次要求就已经要求停火了，那也就是他说啊，如果说这一个是事态升级，其实是这一个川普想要的，但是实际上来讲他办不到。那至于说有关于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